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世嘉 MD 平台的动作游戏《腐尸之屋2代》。本作发售于1992年，初代是街机平台的，发售于1988年，两作相隔了4年之久。但是游戏的系统方面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，经典的滑铲动作也还在。这里的第一关就是初代里边被瑞克烧毁的维斯特博士的别墅，目前是废墟的状态了，但是仍然有大量的怪物出没。这里有3个怪物，左边是瑞克，右边看起来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怪。这里就要进行第一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叫做腹痛怪，就是肚子疼啊。它为什么腹痛呢？是因为它吞食了大量的同类。打完第一关之后，瑞克在废墟当中发现了一个隐藏的电梯，这里就是第2关了。本作的剧情发生在初代的3个月之后，瑞克由于没有救出自己的女朋友珍妮弗，所以每天晚上都会梦见珍妮弗在地狱里边受苦。然而有一次，瑞克除了梦到珍妮弗之外，还梦到了初代的面具。这个面具表示有一个不存在的别墅，里边有复活珍妮弗的方法。如果瑞克能够来的话，那他会再次把力量借给瑞克，这样当瑞克到达初代废墟的时候就晕倒了，醒来的时候就再次戴上了面具。这里可移动的尖刺，左边的判定是比较弱的，边缘没有攻击你的判定，但是右边很危险。我刚才落点不准，踩到了一下。刚才也见到了史莱姆一样的怪物，这种怪物有2种，是打不死的。第2关的 BOSS 战，这个 BOSS 叫大头鬼，弱点就是他的眼睛。这个 BOSS 让我想起了红白机平台的动作游戏《乘龙之龙》，在云上的那个 BOSS 弱点就是眼睛，你打着打着他就角膜炎了呀。第3关，瑞克穿过了隐藏的通道之后，发现了一条腐臭之河，这里有大量的食人鱼，这种鱼不只是吃人啊，也吃怪物。刚才这种怪普通的一记平 A 是打不死的，但如果它掉到河里就会被吃掉。第3关的 BOSS 战，鲜血傀儡，这里先要对付这2个武器。我是选择了把剪刀扔出去，因为剪刀没有电锯好用。本关是非常讲究站点的，接下来的3波可以不用出手，后面还有2波怪物，最好能够站在合适的位置。每一击可以打到2个怪物。BOSS 战还没有结束，最后还要打一个肉球，让我想起了哪吒呀。这个肉球被干掉之后会喷出大量的番茄酱，所以这里的画面我调成了黑白色。
经过了河流之后，发现小岛上有一个别墅，这就是面具提到的那个不存在的别墅。由于别墅在湖中心的小岛上，所以想要去的话就要走这个木桥。通过木桥的时候，后面有一个湖怪不断的在追逐瑞克。这个地方其实我最好是不拿这个武器，因为本作有武器的状态你是不能滑铲的，这样对赶路不利啊。这个场景难度比较高，注意这种鬼魂缠住了你之后，你的方向左右是相反的，而且本关地面是有坑的，稍微不小心，由于方向的错乱就会掉下去。掉下去之后应该是不挂的，但是会给你带到一个惩罚性的版面，所以最好还是不要掉下去。我这里就采用了一个打法，故意的被这些鬼魂缠住，保持身上有这个状态，所以你的方向就是始终左右相反的，防止身上的鬼魂突然就过期了，你的方向瞬间恢复正常，反应不及的话就会掉到坑里。本关的 BOSS 战守在别墅的门口，他的攻击动作非常像瑞克，还有滑铲。这里是2阶段，变成了一个类似于蜘蛛的怪物。这个 BOSS 叫做虫脑，也是很贴切了。开场的时候有一点像大脑的形态，它的2阶段更像是一个虫子。我只能说像啊，不能说是。因为昆虫有一个明显的特征，有6个腿啊，蜘蛛是8个，刚才那个怪是4个，明显就不是。这里来到了第5关，别墅的内部，我拿到了本作唯一的一杆枪，枪还是非常好用的，初代里边也有，但初代枪的数量比本作要多呀。还有穿透效果。和初代一样，过版面之后，你的武器就失效了。这个别墅的氛围让我想起了《生化危机》系列的洋馆。同样，一会儿也有实验室，也有地下水道。整个的游戏流程当中，第5关应该也是流程最长的，而且难度不低。本关的 BOSS 就是维斯特博士。由于初代还推出了重置版，对剧情有一些补充，所以说能够看得出来，维斯特抓走珍妮弗是为了复活自己的妻子。我玩的这个版本是日版，另外还有美版。美版和日版在最大的生命数、BGM， 还有面具的贴图等方面是不太一样的。但是美版有接关的密码，日版是没有的。地下水道这里有大量的淤泥怪，这种怪被打倒之后复活的速度相当快，所以用滑铲打它非常容易受伤。一起来了2个。
打完之后迅速的跳跃，来到了别墅地下深处的实验室，这里就能够见到维斯特博士。不过现在他已经成了僵尸的形态。他能扔2种瓶子，一种是爆炸瓶，一种是孵化淤泥怪的。目前对他是造成不了什么实质性的伤害。咱们在版面的最后有2种方式可以干掉他，一种就是拳脚，还有一种是捡地上的瓶子，远距离把它干掉。远距离干掉的话，维斯特会被烧成灰烬。打倒维斯特之后，在他的日记里边发现了复活珍妮弗的方法。这样，瑞克来到了第6关——古代神秘祭坛。这里实际上是黄泉之门。在这个地方，呼唤禁忌的古神名字，黄泉之门就会打开。时隔3个月，瑞克终于是又见到了珍妮弗。但是在这里，珍妮弗又被无数的亡灵拖拽回了黄泉之门。并且从黄泉之门里边出现了大量的怪物。刚才出来露了一下脸的，就是本关的 BOSS 头蛇怪。BOSS 有一个头，身体是大脑，蛇的形状。这个 BOSS 可能是本作最弱的。比较难打的就是之前出现的这些小怪，尤其是 BOSS 出现之前的最后一波，速度很快。开始了，还是被碰了一下，但是无所谓，因为 BOSS 咱们一击就可以把它秒杀掉。这个时候从黄泉之门就跑出了一个很大的怪物。但是瑞克为了救珍妮弗，没去管他。跑出去的那个家伙就是最终 BOSS。那现在看起来，瑞克应该是被钓鱼了。但是为了救出珍妮弗，瑞克也管不了那么多。第7关来到了黄泉。本关这些小怪全都是亡灵啊。这个版面如果想打好的话，就是背板。但是我背的不细呀，所以说还是受伤了。这一段看起来像电梯。这就是本关的 BOSS 黑暗水晶。珍妮弗就在这里边被封印着。前面的滑铲我都打到了 BOSS 2下，5个滑铲就能把 BOSS 带走。珍妮弗的裙子看起来非常残破呀，毕竟时隔了3个月，瑞克大概率是来晚了呀。这个地方咱们打不了 BOSS 啊，有一点像木桥上的时候。后面的狐怪在追你。整个流程当中，如果你始终在版面的右侧，那么只有2个光球对你有威胁，回头打爆了就可以。通过黄泉之门返回了现世，外面的这个别墅也开始坍塌。第8关，也就是本作的最后一关。最后一关有很多特别的地方，首先就是电梯里边这2个僵尸，你是打不死的。安全位基本上就是中间，躲避2波落石就可以。至于珍妮弗是无敌的呀，咱们不用去管他。等电梯到达目的地了，
这2个僵尸自然也就挂了。来小岛的时候是走的木桥，但木桥已经被狐怪给拆了呀，所以走的时候是开船。这里狐怪追上来了，打他只能通过把他发射的这些尖刺打下来，然后扎他的眼睛，需要扎6次。BOSS 的最后2滴血，一次性发射2个尖刺。尖刺分上中下3路，中间那路的比较难处理。从小岛跑出来了，但是战斗还没有结束，因为第8关有2个 BOSS， 这里要进行最终 BOSS 战。这个家伙名字直译的话是丑陋诸神，看起来就是一个复合体。但我看很多人管他叫禁忌之神。这个家伙一共是3个阶段，前2个阶段都是4滴血，现在是2阶段，第3阶段会变成蝙蝠，比较抗打，速度也很快。如果你没有对 BOSS 最后一个形态持续的进行输出，它还会变成之前的形态。打完了，通关。瑞克救出了珍妮弗，湖中的别墅也沉入了湖底，但是剧情上还是留了尾巴，因为面具还没被毁掉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世嘉 MD 平台的《腐蚀之物2代》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